而最重要的就是小时候的迪亚哥对母亲在回家的路上说的那句话：从今天起，这个世界上再也不会有人羞辱你了，我会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你们等着瞧吧，总有一天每个人都会认识我。好，朋友们，今天的2场重头戏比赛凸显了英超和西甲的区别。怎么回事呢？咱们慢慢讲。这里是老 K 足球新闻，一个有温度的足球频道。感谢您的支持、点赞、评论和分享，也希望您点一个订阅。咱们这就开始。今天这2场球太有意思了。昨天老 K 就不敢猜阿森纳，觉得布伦特福德呀有戏。待会儿咱们细说呀。关键另一场国王杯，马德里竞技打了巴塞罗那一个4-0。所以英超是真难踢，绝对比欧冠要难踢。像马竞这样的实力如果来了英超，搞不好就是布伦特福德这样的排名。那么别看巴塞罗那和皇马在西甲是杀翻了天，但如果巴萨、皇马、马竞都来英超，搞不好很难拿英超冠军啊。那么为什么老 K 不敢小觑布伦特福德？今天他们也不负众望，小蜜蜂果然拖住了阿森纳夺冠的步伐。这样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咱们从对手的主教练阿森纳的阿尔特塔嘴里面听听他在赛前新闻发布会说了什么。阿尔特塔说，我们现在阿森纳的定位球教练乔夫尔，还有球员拉亚、内尔高，这些都是我从布伦特福德挖过来的。我一直说，对我来说，布伦特福德是欧洲最顶尖的俱乐部之一，他们的做法非常聪明，非常善于招聘最优秀的人才，最专业的工作人员，他们俱乐部内部流程也非常完善。他们过去几年在俱乐部和球队层面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不是偶然。当你拥有这样的人才的时候，如果你想引进比自己更优秀的人，并把不同的策略带入俱乐部来帮助取得成功，你就必须关注这些地方。从俱乐部的结构来看，我认识并关注的一些人，他们在招聘时的方式、招聘的时机、出售和引进球员的方式都非常有意思。他们在青训体系上的做法，以及过去布伦特福德做出的某些决定，还有之后的成果，都显示出他们非常聪明。去年夏天，布伦特福德失去了主教练弗兰克，还失去了中场球员和守门员，但实际上球队竟然比以前更强了。所以作为一名主教练，作为一个俱乐部，这意味着布伦特福德俱乐部的基础非常坚实，他们的文化非常强大，他们想踢的风格以及他们在取胜上所强调的各个方面都非常明确，否则你就无法做到这一点。阿尔特塔这番话呀，咱们可以听出2个点。第一，布伦特福德在英超，大家记住了，永远不要小觑。赌球的朋友看到布伦特福德小蜜蜂这个名字，你就不要轻易的猜他们输。另外，第2点，阿尔特塔听得出来，他已经是个非常老练的职业经理人了，可以说是完美继承了教授温格的角色。上赛季布伦特福德的主教练，这赛季刚刚在热刺被解雇。今天 TA 有分析指出，热刺解雇弗兰克凸显了现代英超大俱乐部对教练风格的要求，而分析认为弗兰克是在热刺踢小蜜蜂式的足球，而大俱乐部必须要踢出自身的风格。在老 K 看来，这些话就属于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热刺什么情况，今天咱们就不多说了。在我看来，热刺甚至还没有布伦特福德经营的好，球员甚至还不如小蜜蜂。真的，从过去2年的成绩来看，布伦特福德是比热刺更强的大俱乐部，所以今天主场能够逼平阿森纳，那就不意外了。比如说布伦特福德的边后卫迈卡尔·卡约德，今天就有消息，曼城正在考虑想要以5000万英镑的高价在今年夏天收购他。这位21岁的小将现在代表意大利 U21 出战，但他其实是尼日利亚血统，只是从小青训就在意大利。今天的比赛你就能看出来，卡约德的手抛球真是无敌呀！别家的手抛球要么太慢，要么太近，可卡约德扔出来是又快又远，而且他才21岁。就凭这一手手榴弹，顺利的话还能再扔10多年。而且除此之外，在场上也是无可挑剔的表现，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的回追抢断，这身材又快又壮。其实这样的一个好球员，而且已经对意大利表忠心了，但可惜意大利的主教练加图索还是不带他。这种级别的边后卫都不带，意大利队，笑话。所以听咱们老 K 足球新闻的朋友，这个球员21岁的卡约德，你必须加入关注，在足球经理游戏里面必须买呀。这今天的手榴弹之王真的太离谱了，用脚你都传不出来这样的好球，这手榴弹竟然还能扔弧线，看起来真的像橄榄球的4分卫一样。另外，布伦特福德27岁的门将凯莱赫，这是根正苗红的利物浦红军青训出身，
关键时刻他的出击，还有挡出马丁内利的那个射门，最后那一下真的抢神扑啊！所以上赛季卫冕冠军利物浦的替补门将，今年到了布伦特福德，在最关键的时刻要考验一下阿尔特塔，想拿冠军，那你的成色到底如何？还有今天进球的24岁左路的多面手刘易斯波特，这家伙本赛季又能踢左后卫，又能踢左中锋，还能踢左翼卫和左边锋，甚至左侧的前腰都能踢，堪称左路的全能球员。刘易斯波特身高只有1.70米，但今天的比赛就能看出他的盘带相当好，技术相当帅。今天他的关键进球会不会粉碎阿森纳的冠军梦？波特能不能亲自操刀曼城的夺冠仪式？哈哈，兵工厂的球迷不要怕，但是那一句话最可怕，春天来了，每到这个季节，阿森纳便开始退出争冠行列。好，今天的比赛双方的防守尤其出色，特别是上半场双方加起来一共才完成了4次射门，是本赛季英超射门次数第2少的上半场。而排名第1的是谁呢？是去年12月狼队对布伦特福德的比赛上半场，那一次射门次数更少，加起来才3次。但那场比赛布伦特福德在客场最终是2-0取胜，所以就这上半场你就能看出来，布伦特福德的主场真的是地狱级别的，前场、中场、后场都能对你进行绞杀。再加上裁判，整个比赛节奏被吹得稀烂。布伦特福德今天逼平阿森纳之后，26轮战罢，他已经排名第7，在他的前面只有阿森纳、曼城、阿斯顿维拉、曼联、切尔西和利物浦这些强队，甚至他距离欧冠区第4名的曼联只差5分，距离欧联区的切尔西只差4分，距离第6名利物浦只差2分。布伦特福德的球员和阵容非常均衡，攻守兼备。联赛到现在他的失球数35个，跟利物浦一样，而且还比排名第4的曼联少丢2个球，而进球数方面只比利物浦少1个。那么今天1-1战平之后，这也是阿森纳本赛季在英超领先的情况下第3次丢分。此前2次分别是客场2-2战平桑德兰，还有主场2-3不敌曼联。今天的比赛，布伦特福德主教练基斯安德鲁斯的赛前布置是彻底得到了贯彻。他赛前就说，阿森纳是支非常难以攻破的球队，希望比赛混乱些。我喜欢制造混乱，球员们会告诉你，在比赛中你总希望自己处于掌控之中。如果你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打乱对手的计划，同时自己保持冷静，那你就会处在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安德鲁斯这位主教练的名气不大，但他也是位天才教练，从29岁就已经开始执教。上赛季他还只是布伦特福德的助理教练之一，负责战术方面。但是还是阿尔特塔表扬布伦特福德的那句话，他们总能够招聘和提拔选用合适的人才，最优秀的人才。所以1980年出生的80后安德鲁斯，本赛季就凭这一手表现，搞不好他就是英超下一个名帅。今天的比赛确实就如他赛前所说，他们的防守非常出色，努力制造了许多混乱，让阿森纳踢得非常不舒服。这一点上，他比过去布伦特福德的前任主教练们做的都好。要知道，今天比赛之前，阿森纳是7胜2平，各项赛事对布伦特福德已经9场不败。而现在被逼平以后，阿森纳就只领先曼城4分了。事情果然就如瓜迪奥拉所说的那样，英超真的太难踢了。看来下半场到底谁能拿到英超冠军还真的难说。不过老 K 最后还是投阿森纳一票。今天确实是小蜜蜂踢得太好了，但阿森纳全员的状态还可以，稍微存在感低一些的只有埃泽和马杜埃凯，不过马杜埃凯也进球了。接下来阿森纳的英超方面是连续打狼队和热刺，联想到热刺现在的伤兵满营，希望这6分能够妥妥拿下。好，今天的比赛其实上半场阿森纳门将拉亚是神扑救险，要不然上半场就落后。而到了下半场的第61分钟，阿森纳是左路传中，马杜埃凯高高跃起，在禁区有一个制空，利用头球破门。不过仅仅11分钟以后，卡约德在左路的边线球手榴弹比角球的威胁还要大，直接扔进去，制造了混乱和进球，波特破门。补时阶段非常精彩，布伦特福德在91分钟，迪亚哥禁区右路拿到机会，一脚爆射，但稍稍打高。第93分钟，马丁内利在禁区内左路得到单刀机会，低射打门，却被门将凯莱和神勇扑出。今天阿森纳的比赛可以看出，还是那个赖斯真的太拼了。到比赛的最后时间，赖斯还在冲刺，他就不累嘛。所以一个赖斯，一个拉亚，他俩保住了阿森纳状态不好时候球队的下限。赖斯场场比赛都这么拼，身材如此强壮，看着不灵活吧，但总能以各种奇怪的姿势把球摘出来。作为中场大将，这个能力是最重要的，防守方面也没得说。看阿森纳的比赛，最喜欢的球员肯定是赖斯，踢球是真舒服。
今天虽然是打平了，但赖斯的发挥是顶级的。老 K 说句夸张的话，这样的表现的赖斯，金球奖那个赛季的罗德里表现也就不过如此吧。最近热刺的前主教练奥波接受采访，炮轰了热刺管理层。奥波就以赖斯举例，阿森纳能够花1个亿去买赖斯，热刺队自称豪门却做不到这一点。奥波说，当你走进托特纳姆热刺的时候，到处都能看到敢作敢为的标语，但他们的实际行动却恰恰相反。其实要想真正获胜，就必须承担一些风险。我执教的第1个赛季最终排名第5，之后我必须从第5名跃升到争冠的行列。我们必须签下在英超联赛中已经证明过自己的球员，可最终我们得到的是索兰克，当然我很喜欢他，除了他还有3名青年球员。不过当时我想买的是内托、姆波莫、塞门约和格伊，要是换做其他的豪门俱乐部也会买这些人。可热刺俱乐部自称是豪门之一，但就我过去2年的经验来看，他们的表现并非如此。如果阿森纳需要球员，他们会花1亿英镑去买赖斯，我不认为热刺会这么做。奥波这家伙真的话糙理不糙，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就这一段话就把老 K 心目中的热刺形容的异常精准。至今英超都到现在了，热刺的标王从来没有超过7000万英镑，而同样7000万英镑换作其他 Big5 俱乐部只能排在引援的中游，但是热刺用在引援上的钱其实没有少花，只是他们特别喜欢买彩票。有一个数据，自瓜迪奥拉执教以来，也就从16到17赛季到25到26赛季，英超俱乐部的净投入榜注意是净投入榜，减去了转出球员赚来的钱。这个榜上面热刺排名第5 7.95 亿英镑，竟然比曼城的 6.05 亿英镑还要多。再看看利物浦只排到第8，净投入只有 4.91 亿英镑。而这个榜单上排名第1当然是曼联 12.81 亿英镑，第2阿森纳 9.39 亿英镑，第3切尔西 8.75 亿英镑。所以不会花钱的热刺自己的球员卖出去的时候也赚不到钱，总体投入竟然比曼城和利物浦都还要高，这不冤死了吗？所以英超的 Big6 真的不能学热刺就那么抠抠搜搜的买彩票，即使刮彩票也刮出了像范德芬这样的小妖，但如果把这个作为主业，天天做梦就渴望着能够不断的刮出小妖练出来，能够扛起球队，那绝对不行。热刺如果当初没那么小气，埃泽也不会去阿森纳，梦想着靠一个队没有球星就能够在英超夺冠。说实话，莱斯特成奇迹不是年年都有的。今天阿森纳比赛没赢，不过厄德高替补上来打了45分钟，他上来之后完全盘活了前场。不过今天丢那个球，他的防守站位有些问题，没站好，但毕竟厄德高是个10号位球员，防守本来就不是他的特点。好，接下来咱们再隆重介绍一下现在布伦特福德的锋线，24岁1.91米的伊戈尔·迪亚哥。这家伙踢球极为活跃，他的热点图几乎覆盖了整个全场。比赛中很明显，1.91米的大个子把阿森纳的防线给搅和的不轻，就可惜今天浪费了3次绝佳机会。迪亚哥现在已经是英超射手榜的排名第2，但如果姆波莫还在，没有去曼联的话，那这2个人加起来应该能够把阿森纳打穿。迪亚哥在场上的支点作用非常优势明显，1对1的能力也非常好，跑位也可以，只是今天的比赛终结能力有些尴尬，在门前射门和传球的选择今天比较差，该射不射，该传不传。不过支点作用太强了，面对最顶级的中后卫加布里埃尔丝毫不逊色。这种超级高中锋，你别看他今天是浪费了3个机会，如果安切洛蒂巴西队带去世界杯，关键时刻打个替补绝对有用。迪亚哥出身于巴西的克鲁塞罗青训，很早就去了保加利亚，后来又去了比利时的布鲁日队，所以他在保加利亚踢球多年，拿到了保加利亚国籍。这小子的人生非常励志，只有24岁，但是能够打破巴西球员在英超联赛单赛季进球最多的记录。他出生在巴西的中部小镇西城市，他的妈妈非常辛苦，从小就独自抚养着4个孩子，靠着做垃圾收集员领取最低水平的工资。有一次，妈妈带着他们一家人去参加大家族的聚餐，那天呢，每个人都应该要带一道菜，可是妈妈却两手空空的来到了聚餐的现场。当时就有一位亲戚很不高兴，亲戚说迪瓦只会让别人请客，却带着自己的孩子过来吃饭。妈妈迪瓦听到了这句话，感到非常羞辱，哭着就离开了。在陪妈妈回家的路上，迪亚哥对母亲说，从今天起，这世界上再也不会有人羞辱你了，我会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你们等着瞧吧，总有一天每个人都会认识我。当时迪亚哥还很小，他的母亲或许认为迪亚哥这么小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迪亚哥自己心里却非常明白，
他的心里面种下了这个异常清晰的目标，没有任何事能阻止他成为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不过迪亚哥后来的路一点都不顺利，他一直到17岁才和俱乐部签约，而此前呢，在巴西各地试训，多次遭到拒绝。迪亚哥小时候的教练后来说，迪亚哥当时经常在深夜哭着给我打电话，说足球不适合他，但我觉得他天生就是进球的料。这位迪亚哥小时候的青训教练，他叫贡萨尔维斯。因为迪亚哥的父亲去世很早，所以迪亚哥在贡萨尔维斯的身上找到了父亲般的感觉。而从自己8岁到16岁，都是贡萨尔维斯在指导他。后来迪亚哥在2018年终于加盟了维尔队，1年后转会到了巴西豪门克鲁塞罗队。贡萨尔维斯后来说，人们看到他高大的身材，就以为他是那种只会踢静态中锋的球员，但他的比赛风格非常的丰富多彩，这也得益于他之前踢了许多五人制足球的经历。迪亚哥天生就是踢五人制足球的，上天赋予了他极强的活力和敏捷的思维。许多来看过他的球探，到现在都给我打电话说，贡萨尔维斯呀，我错过了迪亚哥呀。而随后迪亚哥加盟克鲁塞罗队之后，很快就展现出了自己的实力，他在成年队的首秀就取得了进球。不过随后的事情也是一样，一点都不顺利。迪亚哥大概不可能经历比当时更具挑战性的一线队比赛了。那一支球队被认为是历史上最差的克鲁塞罗队，在巴西乙级联赛中分别排名第11位和第14位。那时候的俱乐部压力无处不在，所有的球员和教练组成员都受到了影响。那一段时间非常艰难，拖欠工资还有转会禁令带来了许多问题，而年轻的球员往往更容易感受到这种波动。所以迪亚哥在巴西表现不佳的原因之一，可能就是俱乐部的这种动荡。当时的迪亚哥因此陷入了抑郁，也开始质疑自己，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应该继续从事职业足球运动。他后来在接受播客采访中承认，有些事情是别人不知道的，我曾经经历过一段抑郁期，有好几个晚上我曾想过放弃。虽然我已经是克鲁塞罗的职业球员了，但我不想再了解足球了，我只想离开这一切，回到乡下生活。而后来真正给我力量的是我的妈妈和孩子们。2022年，迪亚哥告诉自己的经纪人，是时候去其他的地方了。而当时的保加利亚冠军卢多戈雷茨队曾经在前一个赛季想签下他，这次他们再次提出报价，并成功签下了迪亚哥。当时队里的教练和队员们这样评价他，在职业生涯的初期，他上场时间不多，但他做了什么呢？他主动要求去2队效力，他渴望上场比赛，这也展现了他的心态，没有因为上不了场而闷闷不乐，而是积极寻找其他的机会。和这样的球员共事，我们常说他的潜力无限。而我最欣赏他的一点是，他刚来的时候总是问队里的老队员，他有哪些地方可以改进。我觉得他与众不同，甚至可以说是有些特别。他本来就具备那种努力拼搏的精神，那种不断进步的渴望，而且以他的身体素质来说，我们早就知道，无论如何，他最终都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前锋。最后一个赛季下来，迪亚哥打进了20个球，之后就转会到了比利时的布鲁日俱乐部。在效力布鲁日俱乐部的第一个赛季，也是唯一一个赛季，迪亚哥又攻入了29个球。于是布伦特福德在有其他球队竞争的情况下，支付了创俱乐部纪录的3000万英镑，签下了迪亚哥，用来顶替被出售给沙特俱乐部的伊万托尼。而迪亚哥过去在保加利亚球队的老队友回忆道，我记得他一直说他的梦想就是想踢英超联赛，他总是对哈兰德赞不绝口，而现在他正在和哈兰德竞争英超最佳射手。看到这个我真的很高兴，我为迪亚哥感到非常骄傲，他完全配得上这一切。他是一个真正的好人，心地善良，他值得拥有现在的一切。那么现在巴西队正急需一名9号位球员参加今年夏天的世界杯，越来越多的人们正在期待安切洛蒂能够将迪亚哥纳入3月份的巴西队球队名单。青训教练贡萨尔维斯说，对我来说，在下一份巴西队的名单，也就是世界杯前的最后一份名单，迪亚哥必须入选，如果他没入选，那就非常不公平。巴西队现在缺少一名真正的前锋，我相信现在就是他的机会。当他真正站在那个位置的时候，我认为他会改变比赛的走向。我已经开始做梦，梦到那一幕了，在世界杯决赛，迪亚哥打进制胜球，而我一直在做梦。说真的，老 K 就喜欢这样的故事，非常的励志，能够让你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得到一些领悟。而最重要的就是小时候的迪亚哥对母亲在回家的路上说的那句话，从今天起，这个世界上再也不会有人羞辱你了，我会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
你们等着瞧吧，总有一天每个人都会认识我。所以今天介绍了迪亚哥，咱们也一同期盼他真的能够进入巴西国家队。好，今天在比赛中还有咱们的老熟人，过去利物浦的老队长亨德森今天也替补出场了17分钟。去年底12月，亨德森在英格兰赛场的第600场里程碑中，当时斩获了来到布伦特福德的处子球，帮助球队主场1-1战平了利兹联。进球后的亨德森还坐在地上，做出了过去利物浦的队友若塔标志性的按手柄庆祝的动作。这样的致敬让我们永远记得若塔从未离开。好，除了英超，今天更重量级的比赛，马德里竞技竟然4-0在强对话中痛宰巴萨。要知道今天已经是国王杯半决赛，所以巴萨也派出了全主力阵容。后防线是埃里克加西亚搭档库巴西，左边巴尔德，右边孔德，中场德容、卡萨多、费尔明，锋线奥尔莫、托雷斯和亚马尔。可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今天这场比赛堪称这2个赛季巴萨最大的耻辱。即使下半场踢得还可以，但上半场的表现所以简单说一句话，马德里竞技才是西甲的试金石。我们过去总说西蒙尼不太会调教进攻，但本赛季马德里竞技5-2痛宰皇马。还有你什么元神不元神的，马德里竞技5-0痛宰皇家贝蒂斯。现在今天又4-0痛宰了巴塞罗那，所以西甲的球队什么实力，英超什么实力？同样还是本赛季这一支马德里竞技，在欧冠联赛阶段0-4输给阿森纳，这还是号称强队当中最不会打运动战的阿森纳，所以人比人真是气死人呀！今天的比赛再次彰显什么皇马的后防线，什么巴萨的后防线，那真就是纸糊的。如果没有丢球，如果没有丢太多球，仅仅是对手的成色不足。比如首发打了77分钟的巴尔德，看得清清楚楚，巴尔德的防守站位绝对有问题，或者说他根本就不会防守，只是今天进攻作用也不大，所以攻守两端都是战犯级表现。好在巴尔德这边是对方进攻的弱侧，所以另外的3个后卫库巴西、阿劳霍还有马丁更糟糕。唯一今天还可以的孔德，看着左边的巴尔德一下子就被过了，一点办法没有。如果不是孔德挡一下，可能就5-0了。今天的比赛刚打了6分钟，埃里克一个简单的回传，胡安加西亚停球竟然停进了自家大门，0-1。仅仅8分钟过后，老将格列兹曼在禁区内接球后低射破门，扩大优势。还是上半场第34分钟，马德里竞技仍然是右路传球，阿尔瓦雷斯助攻，卢克曼轻松推射破门。就这还没完，马竞仍然是右路进攻，传到左路，再传到中间，阿尔瓦雷斯禁区前抽射破门。上半场补时阶段就已经4-0了。最后下半场第83分钟，埃里克加西亚踢倒了巴埃纳。由于已经是最后一个防守队员，所以主裁判直接出示红牌将他罚下。今天的阵容肯定弗里克是有问题，巴萨左边锋线就没有人，而巴尔德本身是个进攻型的左后卫，所以进攻他上去，防守根本就回不来。西蒙尼有针对性的就打这一侧，仅仅45分钟就把巴萨给打花了。另外，巴萨锋线如果莱万多夫斯基走，就现在的费兰托雷斯只能让人感到无力。想想就算过去巴萨最低谷的时候，前面顶的也是像奥巴梅扬、德佩这样的人，甚至哪怕是吕克德容，老 K 个人觉得都比费兰托雷斯强。而另外再配上弗里克激进的造越位战术，那么打强队如此年轻的后防线，在这种激进的战术下，下限非常的低。只要对手有针对性的战术加上布置，再加上对方的前锋会跑位，那么一个半场就能制造惨案。甚至今天除了4个进球以外，马德里竞技还有好几个绝佳机会没把握住。那么过去这几年巴萨的经济原因一直没有办法重磅引援，就靠着最后一次杠杆引进了一批像莱万、拉菲尼亚还有孔德，其余就全靠青训球员或者白嫖一些球员撑了这么多年。巴萨也确实是属于没办法，弗里克在后防线没有引援的情况下，就只能采用如此激进的高位造越位战术，实在是资源太有限，不得已的选择。本赛季莱万已经老迈，状态下滑，拉菲尼亚也有时不时有伤病，加上对手对弗里克造越位战术的研究越来越深入，明显感到巴萨越来越吃力，甚至本赛季的联赛冠军也不一定能够拿下来。现在很明显，只要遇到真正的强队，巴萨拿不到优势，甚至像切尔西或者残阵的大巴黎都能轻松的拿捏巴萨。没办法，慢慢来吧。真正巴萨的崛起还要等财政完全恢复正常以后，每年必须有稳健的引援。
想要站到欧洲之巅，那就没有捷径可走。而至于其他上赛季拿到的联赛冠军呀，只能证明西甲是越来越弱，越来越差。好，另外今天的埃里克加西亚也遭遇了自己职业生涯最惨的一天。先是一个回传球，结果被门将骗了个乌龙，最后又被费兰托雷斯坑了个红牌，再加上自己的球队被大比分惨败，而且左后卫老是失位，埃里克加西亚作为一个中后卫就必须去补防，补了一整场的位置，最后1防2，给巴尔德擦了一整把的屁股。说真的，埃里克加西亚好惨，但巴尔德也没有办法，如果他不攻上去，左路是压根一点战斗力都没有。所以我觉得主教练弗里克啊，虽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吧，但你今天左路这样的安排是不是也太儿戏了一点？完全战术方面被西蒙尼给打爆了。老 K 现在发现，只要祭出奥尔莫加费兰托雷斯的组合，那么这两个一个只会传潇洒球，一个只会插身后，再加上菲尔明也是愣头青踢法，这3个人的搭配呀，只要不是顺风局，容错率低得吓人。但表现在场上的嘛，就是亚马尔独木难支，他突破的环境会变得很差，而另外3个人就一直丢球，一直被打反击。所以奥尔莫、费兰托雷斯、菲尔明这3个呀，各有各的特点，但一起搭配的时候，往往就是今天这样的神仙局。好，至于亚马尔，没办法，谁叫你是巴萨新球王呢？比赛输成这样，您扛把子，那当然也得背锅。亚马尔今天的丢失球权达到了29次，不过仍然有12次尝试过人和6次过人成功，只是由于队友实在是不能分担压力，而亚马尔18岁也完全还达不到成年梅西的水平和程度，所以客观讲，亚马尔的发挥和球队整体状态有关。但每当巴塞罗那所有的队友都发挥很差，必须要亚马尔持球强攻，这种时候一个18岁的亚马尔还是很容易被众人盯防的。咱们看一个数据啊，本赛季各项赛事到现在，亚马尔在运动战中创造出80次机会，排名第一，姆巴佩79次，奥里塞68次，维尔茨66次。所以简单的一个数据就能看出来，巴塞罗那对亚马尔的依赖性有多强。想想过去的 MSN 时代，或者任何一个巴塞罗那的强势期，从来没有像现在就靠一个亚马尔就带进攻的。毕竟这是巴塞罗那，欧冠、联赛、国王杯都要齐头并进，所以客观的讲，真的难为小将亚马尔了。可欲戴皇冠，必先承受其重，这样的高强度、高压力，也是属于真正的球王才能扛得起的。OK， 有趣的是，在今天巴塞罗那这场比赛中，他们曾经一度取得过一个进球，但最终因越位被判无效，而且这个越位看 VR 呀，进行了长达7分钟的审查。之所以用了这么长的时间，是因为事发地点的球员扎堆，球员太多，导致半自动越位系统失灵，最后没办法，助理裁判组只能使用原始手动的划线方式来判定越位。所以自半自动越位系统诞生以来，已经有许多次由于球员扎堆导致失灵。老 K 就想问一句，现在 AI 技术如此发达，连这个事儿都搞不定吗？好，今天呀，重磅新闻还有斯特林官方宣布加盟了荷兰的菲耶诺德，合同会到本赛季结束。菲耶诺德的主教练是过去效力于阿森纳和曼联的范佩西。31岁的斯特林这段时间在切尔西获得了自由球员身份以后，曾经和18家俱乐部进行接触，但最终在和主帅范佩西进行深入交流以后，加盟菲耶诺德对他产生了强烈吸引力。这对斯特林而言也是一次重新开始。自4年前加盟切尔西以来，他的职业生涯呈下滑趋势。另外，曼联过去的旧将林加德在去年12月和韩国的首尔 FC 解约以后，他也一直处于自由身。现在33岁的林加德也一直在和范佩西商讨加盟菲耶诺德的事儿。好，另外26到27赛季的欧洲国家联赛分组抽签仪式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了，54支参赛球队全部落位。联赛 A 的第一组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土耳其，第二组德国、荷兰、塞尔维亚、希腊，第三组西班牙、克罗地亚、英格兰和捷克，第四组葡萄牙、丹麦、挪威和威尔士。强队里面就只有葡萄牙的第四组分组形势最好，而第三组西班牙、克罗地亚、英格兰就撞车了，死亡之组。说真的，欧洲国家联赛可能比世界杯某些阶段要好看得多。好，另外皇马方面，姆巴佩的膝伤仍然没有达到理想状态，他从去年12月底以来，膝盖就一直关节不适，深受困扰。现在看来有可能缺席本周末对阵皇家社会的比赛。不过皇马也放出消息说他的膝伤不是那种实质性的重伤，
只是出于谨慎考虑，想他出战2月18日对本菲卡的欧冠淘汰赛附加赛，所以皇马愿意接受他本轮联赛缺阵。但老 K 不那么乐观，对足球运动员来说，膝伤无小事儿。现在姆巴佩已经连续2天缺席皇马的合练，像他这样特别依赖爆发力的球员，膝盖这种重要的关节如果处理不当，今年的世界杯就悬了，甚至有可能在比赛中带来重伤，会威胁他整个职业生涯。这方面，现在日本队的队长远藤航就是他在对阵桑德兰的比赛中受伤离场，目前媒体已经报道他可能将长期缺阵。比赛中他是试图解围的时候，左脚被草皮绊倒，导致左踝关节严重扭伤。好，今天也有对皇马的利好消息。多特蒙德备受瞩目的中后卫施洛特贝克最近点赞了一个博主发的关于施洛特贝克希望加盟皇马的帖子。现在26岁的他和多特的合同到27年6月，目前得转身价5500万欧元。好，今天另一件事，诺丁汉森林的主教练戴奇又下课了。目前森林队在英超排名第17，戴奇在去年10月上任，到现在带队还不足4个月，这老 K 就看不懂了。森林一个保级队，戴奇接手以后胜率已经达到 40%， 这还有啥不满足的？这希腊船王最后真要自己做，最后给搞降级了，那完全是自己找的。还有从阿森纳去了希腊船王手下打工的埃杜，这样看来呀，这个暴躁的老板手下不好待，说不好埃杜还能混多久？希腊船王马里纳基斯是在最近森林队0-0战平狼队后，在更衣室里面大声咆哮，记者说甚至听到了撞击的声音。也就是那几个小时以后，森林队就马上官宣主教练戴奇下课，这也是森林队本赛季第3次换帅了。好，另一方面，英格兰队在今天已经和主教练图赫尔续约到了2028年，而巴西队也即将和安切洛蒂完成续约。好，今天有重磅新闻，居莱尔的一位青训教练最近在接受采访时说居莱尔正在皇马遭受来自球员的霸凌。这位青训教练说，尽管皇马是一家超级俱乐部，但居莱尔确实遭受了霸凌，他并没有向我抱怨，但我知道这种情况会发生的。我告诉他要有耐心，霸凌来自于球员之间，那里有一个小团体无法接受居莱尔。不幸的是，他们都是些自我意识很强的球员，所以对皇马来说，克洛普曾说呀，必须皇马某些球员需要离开他才能去，这也是皇马过去的主教练哈维·阿隆索离开的原因。居莱尔一直很有耐心，但即便是他也曾经公开说过，为什么总是我？为什么总是我要离开？哈哈，好吧，皇马现在居8连线，居莱尔和姆巴佩之间化学反应很好。那么是哪个球员团体在霸凌居莱尔呢？好，另外呀，在1-1战平曼联以后的西汉姆联队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段剪头发的视频，调侃了曼联的蓄发哥，杀人诛心，杀人诛心呀！另外，今天梅西传来消息，他在迈阿密国际队最近的南美巡回赛中遭遇了肌肉受伤，将至少缺席3周。这个消息在阿根廷国家队中引发了强烈不满，因为阿根廷与西班牙即将进行的欧美杯仅有1个多月的时间就要来了，所以梅西能不能参加这场对西班牙的比赛，到时候来不来得及恢复巅峰状态，阿根廷对此极大的抱怨。好，还有U17亚洲杯的决赛阶段分组抽签已经完成，中国队落位 B 组，将和日本、印度尼西亚和卡塔尔同组。这个签说实话还可以，日本队肯定打不过，但印尼队刚刚打了这么多次，应该手到擒来。这一届09年出生的中国国青队非常强，大家可以关注关注。对了，在前不久曼城主场3-0击败富勒姆的比赛后，在新闻发布会，瓜迪奥拉出现了口误，无意中提到了德布劳内。他本来是被问到尼科的传球，瓜迪奥拉说，很好，我总是对努内斯说，努内斯，你有惊人的向前推进速度，为什么不经常尝试一下呢？今天他牵制了对手，传出了精彩的斜传。就在这个时候，瓜迪奥拉说出了凯文的名字，但在意识到不对之后，他摇头叹了口气，接着说，哈兰德拿住球之后，就是塞门约的节奏和尼克的射门制造了差别。所以瓜迪奥拉是为什么忽然叹一口气呢？忽有故人心上过，回首山河已是秋。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OK， 朋友们，本周六周日的直播呀，准备是周六北京时间晚上10点半，拜仁客场对云达不莱梅这一场。周日的黄金时段没有看到太好的比赛，咱们暂时空缺。好，感谢您对老 K 的支持，点赞、评论和分享。谢谢您点一个关注，咱们明天再见。